任何人，当你发现你慢慢中老年之后，你好像得到你们家族遗传疾病，你就开始问自己：我是不是透过这个所谓的遗传性疾病，想来得到整个家族的什么认同？如果你在情感层面想要跟父母亲连结，你不一定要跟他得一样的高血压。来，遗传病，遗传病赛斯心法里面分2类，一类是生下来不久之后就产生出来了，好，那种所谓的生理性很明显的遗传性疾病。好，比如说我们讲那个这个华人的客家人有一种叫什么蚕豆症，那就是遗传性疾病。好，或是所谓的地中海贫血，各位知道哈？好，地中海贫血就是所谓的遗传病。好，可是现在大家不只是把这些东西当遗传病，来，请问现在的医学有没有越来越多把糖尿病、高血压当遗传病？来，我再讲一遍哦，这种40、50岁以后发病的，在赛斯心法里面不被承认是遗传病。好，那各位，那我们怎么解释为什么爸爸妈妈有高血压，你有高血压跟糖尿病？生活方式吗？来，我跟各位，其实当你跟你的父母亲有类似的遗传病的时候，你们是透过遗传病在取得情感的认同跟连结。因为爸爸妈妈有，你也爸爸妈妈跟你的情感连结，所以你会去认同。比如说我们常会讲嘛 role model 是什么意思？角色、角色，一个角色的榜样。好，比如说有些人如果离婚啊，那小孩子可能缺乏父母亲的榜样嘛。那榜样是要干嘛？学习、模仿跟效法。所以男孩通常会把爸爸当什么？仿效的对象啊。那女孩通常会把妈妈当仿效的对象啊。但是有没有女孩想要仿效爸爸？有啊，各位，这就是出现问题了。好，很多女孩是想要仿效爸爸，那有些男孩是想要仿效妈妈。可是我们的社会就很多框架咯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的社会很多框架，因为我们的社会会要女孩去仿效妈妈，对不对？可是女孩不一定仿效妈妈啊。好，比如说像有些小孩，像我二姐，她就不想成为她妈妈，她反而比较认同她爸爸。可是她是一个女孩，认同爸爸，那妈妈当然不高兴啊，就揍她。这样听懂吗？所以女孩不一定想要认同妈妈，不一定想要待在厨房缝衣服，煮饭、炒菜、打理卫生，有没有？有些女孩不喜欢啊，她想要仿效爸爸往外跑，听懂了哈？对，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社会常常对性别的框架。好，那有些男孩不一定想仿效爸爸，他想仿效什么？妈妈，想照顾家人。有些男孩是想照顾家人的，他不一定想要在外面去抛头露面、出人头地，明白吗？好，这是我们的社会对于角色的框架。好 ，role model。所以在你们慢慢长大的时候，你们慢慢发现，好像你的小时候的自己会想要取得父母亲的认同。那当你想要跟父母亲认同跟情感连结，请问疾病会不会也会？会哦。所以各位，有时候你的潜意识的语言是什么？透过你跟父母亲在40、50岁之后有同样的遗传病，而取得父母亲或你自己心里面跟父母亲的情感的认同，就会以遗传病的形式展现，懂了没有？来，所以许医师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在情感层面想要跟父母亲连结，你不一定要跟他得一样的高血压。这样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就好像有时候你们照镜子，过了40、50岁，发现自己越来越像你的爸爸或妈妈，因为那就是从小的印痕，包括我们讲信念的传承。好，所以任何人，当你发现你慢慢中老年之后，你好像得到你们家族遗传疾病，你就开始问自己：
我是不是透过这个所谓的遗传性疾病，想来得到整个家族的什么认同？你是不是有想要被认同的需要？你是不是希望整个家族好像觉得，哎，我有个什么归属感，我有一个安全感，有没有？我有一个认同感。好，你认同爸爸，顺便认同爸爸的高血压；你认同你妈妈，顺便认同你妈妈的糖尿病。来，听懂了吗？对，所以那个内在是一个情感上的认同。来，各位，包含我们所谓的3大过敏性疾病，知道吗？气喘、过敏性鼻炎、异位性皮肤炎。所以很多甚至婴儿生下来，小孩子幼儿园就开始过敏疾病了。各位，那都是在潜意识层面，它虽然跟遗传有关，但是它是潜意识取得认同的一个 link 连接 link， 懂我意思哈？对，好，各位，这时候切断连接，切断。我想跟我的父母亲在情感上连结跟认同，不代表我必须同时继承家族遗传病。对，你也没有继承多少财产啊，你是继承多少遗传病干什么？好，所以很简单，我们赛斯家族学了赛斯心法之后，你爸爸妈妈有糖尿病、高血压，你不一定要有。你的爷爷奶奶有什么遗传性疾病，你不一定要有。可是对孩子来讲，有时候在内在的潜意识层面，你会觉得你好像继承了家族性遗传疾病，而代表一种情感的什么认同跟连结。它代表了认同跟连结，你才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归属感。所以虽然头脑层面你知道继承爸爸的高血压、妈妈的糖尿病没有好处，可是在内心深处，你还是想透过这东西而得到什么仿效。好，因为毕竟在你小时候，你最重要的模仿对象是谁？就是父母嘛。那你小时候你最重要的模仿对象就是父母啊。对呀，所以有时候像我二姐看着我，她跟我说：“哎呦，你的体型越来越像爸爸。”你看我跟我爸爸的生活习惯、作息这个所有一切都一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啊！所以那是一种什么情感的什么连结？所以各位，有时候你会借由想要在情感上取得什么连结，取得跟家族、跟父母亲的连结，而连同你的健康都连接上了。好，所以我在讲，请产生有意识的信念，打断什么连接？我不要继承家族性的遗传病，我不要继承家族性的遗传病，我不要继承家族性的，我不要继承家族性的遗传病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所以在你们40、50岁这个阶段，把这个东西打破，将来你就不用继承家族性的遗传病了。好，因为有意识的信念跟自我暗示可以改变基因的行为。有意识的信念还有自我暗示可以改变基因的行为。意思是说，未来如果你可能会有家族性的遗传疾病，你就可以打破它。我不要继承家族遗传病。来，我再讲一遍，信念可以发挥作用哦。有意识的信念告诉自己，我不要继承家族的遗传性疾病。